乌军反击凶猛，一夜干掉40辆 T-90，俄军集体溃逃。乌克兰军方确认夺回奥列克西夫卡，红军村方向俘虏多名俄军。恩格斯空军基地突发爆炸，乌克兰远程空袭萨拉托夫。北约在波罗的海追踪俄军潜艇，俄乌战争外溢风险升级。叙利亚总统突访莫斯科，朱拉尼县普京，阿萨德安危成谜。乌军夺回3村，俄军防线崩退10公里。英国、加拿大正式加入。欧盟动用近3000亿美元冻结俄资产，援助乌克兰。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轰轰！10月15日午夜，顿巴斯草原上连续的爆炸照亮了夜空。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宣布，在仅8小时的夜战中，他们凭借斯图格纳 P 反坦克导弹为核心火力，摧毁了俄军40辆 T-90系列主战坦克，刷新了俄乌冲突以来的单日坦克击毁记录。前线传回的视频令人震撼，多辆 T-90的炮塔被整个掀飞，履带与残骸散落成片，荒野上化为一片钢铁坟场。这场夜袭堪称现代反坦克作战的范例。乌军第72旅反坦克连采用了无人机侦察加导弹游击的组合战术，12架民用无人机搭载热成像仪，在500米高空持续锁定俄军装甲集群，实时传回坐标。射手通过50米外的遥控终端操作斯图格纳 P 导弹，先爬升至3.5米高空，规避接触，无反应装甲，再从上方俯冲攻击坦克顶部，那里装甲厚度仅30毫米，正是反坦克弹头的命门。每次发射2枚导弹后，立即变换阵地，全程保持无线电静默，不暴露人员位置。一名参战乌军透露，夜战条件下，俄军的主动防护系统完全失效。我们用土耳其热成像仪在3公里外就能锁定目标，导弹飞行只要15秒，他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此次立下头功的斯图格纳 P 堪称乌军的秘密王牌。该型导弹夜间射程达3公里，采用激光架数制导，命中误差不超过30厘米，最大破甲深度达1100毫米，足以击穿 T-90M 的正面装甲。更令人震惊的是，它的单价仅5万美元，只有美制标枪的1/4，却同样具备发射后可脱离的隐蔽打击能力。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9月，俄军已累计损失超过3500辆坦克，其中 T-90系列早在2024年底便耗尽战前库存，如今补充的多是翻新老旧型号，防护性能显著下降。这场突袭引发了连锁反应。开源情报显示，遭伏击的俄军近卫坦克第90师出现了士兵弃车逃跑的现象，部分装甲兵在爆炸声中弃车徒步撤离，战线迅速出现缺口。俄军紧急出动苏34轰炸机反扑，向乌军阵地投下200枚航弹，并试图以3层纵深阵地进行防御，但即便单日开火超过8000发炮弹，也依旧未能遏制乌军的持续渗透。军事专家分析指出，现代战争早已不是坦克数量的较量。一辆价值450万美元的 T-90 被一架20万美元的无人机和一枚5万美元的导弹摧毁，这种成本对冲让俄军的装甲部队陷入绝境。事实上，这场夜袭只是俄军装甲噩梦的延续。从2022年基辅郊外的坦克坟场，到2025年顿巴斯的夜间伏击，俄军损失的坦克已累计超过3500辆，相当于15个装甲师的全部装备。更严重的是，坦克成员的培养周期长达3年，损失的战斗骨干在短期内几乎无法补充。随着乌军反坦克导弹与无人机协同战术的不断成熟，那股曾令北约顾忌的钢铁洪流，如今已沦为战场上的移动靶。这场夜战的胜利，或许正是俄乌战场上装甲作战的终局预告。红军村与苏梅沿线的战况正在持续升级，俄乌双方在这一带的交火愈发激烈，战局正迎来新的变化。最新消息显示，乌克兰方面已确认重新收复奥列克西夫卡地区。据诺尔报告报道，乌克兰军队在10月15日成功推进至苏梅要塞方向的奥列克西夫卡，
并重新完成了对该地区的控制。此外，俄方的军媒与频道也承认奥列克西夫卡已失守。从最新的动态战场地图上可以看到，乌军已进入奥列克西夫卡的中部区域，并控制了该地的南部地带，标志着苏梅防线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已经打开。来自战场的一些最新视频也证实了这一点。画面中显示，乌军成功击退了试图增援奥列克西夫卡的俄军部队。俄军的无人机在阵地外沿被击落，而他们的预备队在发动突击后也遭到挫败。这意味着俄军或将被迫彻底放弃奥列克西夫卡这块苏梅的重要据点，而这一失利极可能对整个战线的稳定造成连锁影响。与此同时，红军村方向的战事同样进入白热化。乌克兰第92旅在多布罗皮利亚突出部与俄军展开了激战。据前线传来的消息，在最近的一次交火中，乌军成功俘获了6名俄军士兵。现场的视频中可以看到，他们在镜头前接受审讯，其中一名被俘士兵甚至露出了微笑。他说，他们部队已经断粮多日，现在终于能吃饱饭了。这一幕令人唏嘘，也反映出俄军后勤补给的持续困境。此外，被乌军远程袭击的克里米亚费奥多西亚油库依然在燃烧，这场大火已持续到第4天，仍未完全扑灭。费奥多西亚油库是克里米亚规模最大、用途最广的燃料储备基地，同时也是俄军的重要军用燃料供应点。据估算，目前已有超过16个大型油罐被彻底摧毁。远处的海面上，人们仍能清晰地看到浓烟不断升腾，黑色的烟雾笼罩着整个费奥多西亚上空，成为俄方补给线遭受重创的又一象征。在国际层面，德国在最新一届拉姆施泰因会议后宣布，将向乌克兰追加价值高达20亿欧元的新一轮军援计划。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斯在会上公开表示，这批援助将包括先进防空系统、精确制导武器以及大量弹药，旨在增强乌克兰冬季防御与远程打击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柏林方面已不再公布具体的武器型号与运输细节，试图通过战略模糊来制造威慑效果。外界普遍推测，德国可能以秘密提供了部分远程导弹的技术支持。随着德国的表态，欧洲多国预计也将陆续跟进，推出新一轮援乌计划。时隔不到半个月，乌克兰再度对俄罗斯境内的空军基地发动远程打击。突发消息显示，位于萨拉托夫地区的恩格斯机场附近，在当地时间凌晨爆发了剧烈的爆炸声，火光冲天，场面异常震撼。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乌克兰对距离莫斯科数百公里外的萨拉托夫发动了大规模空袭，首要目标正是恩格斯空军基地一带。当地时间10月16日凌晨3点起，恩格斯基地周围连续传出多次爆炸巨响，俄军的防空系统被迫多次启动，试图拦截来袭的导弹与无人机。几乎同时，萨拉托夫境内的一处能源基地上空也出现了剧烈闪光与浓烟。多名目击者在社交媒体上传视频称，他们看到空中爆炸的火光照亮了整片夜空，随后该区域陷入一片黑暗。目前尚未有更详细的伤亡或损失报告传出，但多家俄媒称，萨拉托夫市的机场已被紧急关闭，航班全面停运。恩格斯机场是俄罗斯战略航空力量的核心基地之一，驻扎有图95与图160等远程战略轰炸机。该基地在过去1年多次成为乌克兰远程打击的目标。2025年早些时候，乌军的无人机袭击曾引发恩格斯基地战略油库大火，整整燃烧了近1周时间，黑烟笼罩了萨拉托夫上空。如今，随着战火再度蔓延至此，俄军的轰炸机群也被迫进一步后撤，长期停留在机场内的次数明显增多，出动前线的频率则显著下降。与此同时，乌克兰军方还在10月15日夜对伏尔加格勒州发动了空袭，成功击中了当地的巴拉绍夫斯卡亚变电站。现场视频显示，变电站在导弹命中后瞬间爆发出巨大的火球，随后电力系统崩溃，整个区域陷入一片漆黑。该变电站是伏尔加格勒地区的重要高压枢纽之一，此次袭击导致多个地区出现大范围停电，影响持续至今。值得注意的是，伏尔加格勒在9月间就已多次遭受乌军打击，
俄方的炼油厂与火车站均被破坏，显示乌克兰正在系统性地削弱俄方的能源与交通网络。乌克兰的这些行动明显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与对俄军战略目标的整体打击行动密切关联。此次空袭再次让人联想到上半年震动俄军内部的蛛网行动。在那次代号蛛网的系列作战中，乌克兰成功摧毁了俄方数十架战机，重创其空军作战能力，使俄军长期处于防御态势。如今，如果乌军再次复制那种针对性极强、覆盖面广的远程空袭，毫无疑问将对俄罗斯的防空体系与前线战局造成新的冲击。战火再次延烧至萨拉托夫与伏尔加格勒，标志着乌克兰远程打击战略进入了新的阶段。俄方的后方基地、能源体系与交通命脉正在逐步暴露在乌克兰的火力射程之内。俄乌战争的外溢风险正持续扩大，北约与莫斯科之间的对峙愈发激烈，整个欧洲安全局势再次被推向紧张的边缘。最新突发消息显示，北约成员国在波罗的海发现了俄罗斯潜艇的踪迹。据 Nexta 新闻报道，当地时间10月15日，瑞典军方在波罗的海海域发现了一艘俄军的基洛级潜艇。消息称，这艘潜艇是在前一天通过大贝尔特海峡进入波罗的海后，被瑞典军方的监视系统捕捉到的。瑞典随后启动了全面的追踪与监控行动，确保对这艘俄方潜艇的动向保持实时掌控。值得注意的是，这艘潜艇与日前在英吉利海峡被发现的新罗西斯克号同属一个型号。部分军事分析人士甚至推测，这艘潜艇极有可能就是黑海舰队的新罗西斯克号。此前有情报称，该潜艇近期在黑海执行任务时疑似出现系统故障，并被迫浮出海面。尽管莫斯科方面坚称潜艇一切正常，但自9月底以来，关于新罗西斯克号出现爆炸警报及设备问题的消息已在外界不断流传。瑞典此次发现的潜艇行动，使得北约与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方向的角力再度升温。这一事件也再次凸显出，俄乌战争的影响正逐步向更广的地区扩散，成为欧洲安全结构新的不稳定因素。近几周，波罗的海地区的紧张程度明显提升。俄军战机频频闯入北约成员国的领空与领海，北约战机被迫升空强势驱离，甚至多次击落靠近的无人机。这一连串事件正让波罗的海成为北约与莫斯科较量的前线地带，任何一次擦枪走火都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冲突。与此同时，北约国家与乌克兰的联系也愈加紧密。欧洲国家普遍认为，保卫乌克兰就是保卫欧洲，因此对基辅的军事援助持续升级。瑞典国防部长帕尔·琼森 （Pal Johnson） 近日证实，瑞典正筹备一项价值2.5亿欧元的新军援计划，以进一步支援乌克兰。瑞典此前已向乌克兰提供了空中预警机，显著提升了乌军的 F-16战斗机作战能力。接下来，瑞典还计划援助鹰狮 Gripen 战斗机，为乌军的空战体系注入新的力量。不仅如此，北欧的其他国家也在同步行动。丹麦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1.7 亿美元的额外援助，重点支持乌克兰海军的装备与训练。自2022年战争爆发以来，丹麦累计对乌援助已超过110亿美元。挪威则公布了其2026年国防发展计划，计划投入1800亿挪威克朗，约合165亿美元。其中有星号700亿克朗，约合69亿美元，星号将专门用于支援乌克兰的防务需求。可以看到，北欧国家正在集体加码对乌援助，不仅在资金上持续投入，也在武器、技术、情报层面形成联动。随着俄军潜艇在波罗的海现身，北约持续强化防线，欧洲大陆正陷入冷战以来最复杂的安全对峙。乌克兰战火的外溢已不再是警告，而是现实。北约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正被一点点推向新的高点，未来局势走向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中东局势再起波澜，叙利亚现任总统朱拉尼近日突访俄罗斯，这一举动立刻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0月15日，朱拉尼乘专机抵达莫斯科，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晤。
这是自去年叙利亚政局巨变以来，叙利亚新政府领导人首次访问俄罗斯，标志着大马士革与莫斯科的关系进入新的阶段。不过，这场访问让身在莫斯科的前总统阿萨德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之中。朱拉尼上台后，一改阿萨德时代一边倒靠拢俄罗斯的路线，频频出访西方国家，还罕见地出席了联合国大会。这是叙利亚近60年来第一次国家元首亮相联合国。显然，朱拉尼正试图在美俄土等多方力量之间取得新的平衡。此次访问莫斯科或许只是朱拉尼外交布局中的一步，但对阿萨德来说却足以让他心惊肉跳。叙利亚新政府早前曾正式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通缉令，请求俄罗斯引渡阿萨德。外界普遍认为，阿萨德担心自己会被当作筹码在大国之间交易。自逃亡莫斯科后，他多次被传中毒未遂。还有消息称，他携带数十亿美元资产出境，但自此杳无音讯，从未公开露面。更离奇的是，前不久，俄媒又爆出他沉迷电子游戏的传闻。有评论调侃说，不知道当朱拉尼抵达莫斯科的那一刻，阿萨德是否也在观看直播，是否会在紧张中按下暂停键。与此同时，中东另一端的加沙地带也再度陷入紧张。以色列方面指责哈马斯拖延执行协议，迟迟未交付剩余人质的遗体。以色列防长卡茨愤然指出，哈马斯甚至用一具巴勒斯坦遗体冒充人质，公然挑战以方底线。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新一轮军事行动计划，警告称若对方再度违约，将彻底清除哈马斯。美国方面也表态支持以色列，称一旦协议破裂，以军有权恢复在加沙的全面行动。而在人质问题之外，哈马斯解除武装也成为焦点。以色列与阿拉伯调停国普遍认为，哈马斯政权已经不具备重新统治加沙的条件。只有在这一组织彻底失去武装与政治影响后，加沙才能迎来真正的和平与重建。乌克兰国旗再次升起。当地时间10月15日，乌克兰海军司令部在 Telegram 发布重磅战报，海军陆战队在顿涅茨克方向发起突袭，成功收复斯托罗热沃村 Storochan。这是3天内乌军光复的第3个定居点。此前，布拉霍达特内 Leodetny 和涅斯库奇涅 Neskakny 2村已被乌军控制。前线视频显示，士兵在弹痕累累的建筑上悬挂国旗，民众隔着废墟挥手致意。更令外界震动的是，乌军在南部战线实现300至1500米的多方向突破，迫使俄军从原有防御阵地后撤约10公里，重新构筑防线。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汉娜·玛利亚尔透露，在反攻中，乌军歼灭俄军50人，俘虏4人，缴获多辆装甲车辆，这是西方武器援助与乌军战术结合的关键胜利。此次反击发生在俄军重兵围剿的背景下。据俄国防部8月通报，11万俄军已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完成集结，采用分散步兵加无人机侦察战术持续施压，此前曾单日推进157平方公里。乌军为何能逆势破局？军事专家指出，关键在于3点，首先是精准打击后勤线，乌军利用美制海马斯火箭炮摧毁俄军3个弹药库，导致前线火力密度下降约 40%。其次是无人机协同作战， FPV 无人机群持续袭扰俄军防空系统，为地面部队开辟通道。第三是西方装备显威力，刚列装的德制豹 2A6 坦克在村落争夺战中摧毁7个俄军火力点，其防护性能远超俄式装备。就在乌军局部反攻取得突破的同时，国际战场局势也迎来新的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0月12日放出王炸，若俄罗斯拒绝停火，将批准向乌克兰提供射程25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这种低空突防、精确制导的战略武器，理论上可从乌克兰边境直接打击莫斯科的指挥中心与核设施。泽连斯基已紧急敲定10月17日访美行程，将与特朗普磋商导弹供应的具体细节。乌方据称愿以矿产资源或被冻结的俄资产支付每枚约100万美元的采购费用。当地时间10月15日，英国和加拿大宣布将正式加入欧盟计划，共同利用近3000亿美元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支持乌克兰的重建与战争资金。目前，英国方面冻结了超过250亿英镑（约合333亿美元）的俄罗斯资产，而欧盟则掌握着约2000亿欧元（约合23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金。这一规模庞大的金融资源，成为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提供长期援助的关键筹码。欧盟官员透露，欧洲盟友即将达成一项政治协议，通过一种间接融资机制向乌克兰提供1400亿欧元贷款，以确保乌克兰的财政安全。该机制旨在避免直接没收俄罗斯资产，从而降低法律争议的风险。欧盟冻结的俄资产主要集中在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 Euroclear。比利时方面正在推动一项具体承保安排，要求所有欧洲盟友共同分担潜在的法律责任。根据方案，欧盟及其成员国将向欧洲清算银行提供国家担保，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俄罗斯索赔。即便这些诉求通过国际法院提出，也能确保资金顺利发放。预计欧盟将在下周于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议上就此计划达成政治共识，之后将迅速启动相关机制，目标是在2026年第2季度前正式释放首批贷款资金。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英国愿与欧盟在此计划上保持高度协调。英、法、德3国领导人也联合表示，希望与包括美国在内的7国集团 G7 国家共同合作，形成对俄全面的金融压力体系。据了解，本周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年会上，7国集团财长将专门讨论该计划的实施细节以及进一步制裁俄罗斯的措施。分析认为，俄罗斯被冻结的近3000亿美元资产已无法取回，这些资金将成为乌克兰未来2至3年持续抗战的经济命脉，并可能在战后用于对乌克兰的战争赔偿。如今，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推进陷入停滞，而在金融领域则面临前所未有的封锁。被冻结的资金或许只是开始，未来俄罗斯将为这场战争付出多大的代价，恐怕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